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白，我又来了。今天这是我录的第2个视频了。我今天呢是想给大家再八卦一下我的有趣的人生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爆出的最大的一个瓜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之前有留意过我的那些八卦我自己的那些视频？其实我有给你们透露过，我是一个 bisexual。但其实呢，我并没有真的有跟女生有过实质的行为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一直觉得我对女生是不仅有心理上的仰慕，也有生理上的冲动。我还专门为了这事儿呢，就是说我当年也学过这个，就是中国不是也有各种学心理学机构嘛，在上那些心理学课的时候，我也问过一些心理学的老师，他们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去 label， 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 label，OK， 就是说你觉得你生理上有这样的一个冲动，你并不需要通过实践啊，就像我并不需要通过实践来认知到我不适合婚姻一样的，你并不需要通过实质性的发生点事情来认知到自己的一个就是 sexual tendency， 就是我的性取向。那我先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？是为我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做铺垫的。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既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的女生。然后其实这辈子我觉得，如果让我真是觉得是惊天地泣鬼神，让我地动山摇，让我天崩地裂，让我魂萦梦牵的那个他，一定是女字旁的他。然后就是说，我觉得女字旁的他给我带来的那种情感上的冲击，远远超越就是那个男性的他给我带来的冲击。那今天我就讲一下我这个此生挚爱吧，一生挚爱，我的双生灵魂。那我有个好友，我就叫他好友吧，因为我真的没有跟他实质性发生过什么事儿。他其实原来是我在就是说教的那个机构，那个机构叫 Andover。的一个学生。那个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只有14岁。然后之后我们的友谊维持了差不多7年吧，也就是说到他进入大学为止。当中呢，我们有 on and off，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水瓶座的，经常吵架嘛。然后他当时有在写一本小说，这本小说的话呢，在这里，这个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，叫《彷徨之下》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个，它有很多短篇小说嘛，有一篇短篇小说叫《双生灵魂》。双生灵魂讲的就是我跟他的故事，这里面的女主角的名字都是我起的。她本来就想说沙白的，我说这不行，我说你这样一说沙白，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我不想别人知道的我的一些爱情故事，因为这里面主要是讲我和一个音乐家的一个爱情故事，但不是我之前提过的那个 DJ。我对音乐家by the way 就是特别情有独钟。然后我先读一些他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我的一些字句啊。若仪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他那纤细身板，他那举手投足之间自信迷人的气质，以及他开口后那份独到的足智多谋。她过于美丽性感，她的气场也过于强大，她给人一种绝不好惹的女人的形象，看上去有十足的攻击力。在我印象中，她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子，是她给予我一个初心，那个对于万物皆可得的初心。就这样，在那天接近黄昏的初见，约定了接下来数年纠缠于悸动和苦涩之间的复杂情感。我和若仪的交谈始于那天，在我们通过课堂积累的友情发展到推心置腹的境界后，我们开始谈起自己对世界的观念。他给我分享了他曾经在新加坡发展的事业和爱情。我喜欢同他攀谈，和他开展属于灵魂的交流，因为他能看穿我心。同他交流时，自己仿佛也能释怀一切复杂的情感，去体验精神以及心灵两方面的释然。这是他写的第1页上的。然后之后呢，因为我跟他不是闹掰了嘛，闹掰呢，他就没有这个写这个小说的一个题材的一个题材库了，因为他这里面写的都是我真实的事件。然后呢，我也以前也一直有跟他分享过，我说我要老了我就到瑞士去旅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所以他最后在这个小说的最后就把我写成了去瑞士旅游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次不是真的要去瑞士旅游了嘛，我就拿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些文字摘抄了下来，给他发了一封信。那个信上呢，因为他这个小说有部分是英文的，因为有些人特别讨厌我说英文嘛，但是因为我平时跟人交流，其实大部分因为是跟我学生交流，我其实基本上80%用的都是英语。
啊，再怎么说都不会少过50%。所以他这本书里面有一半是用英文写，也是因为我们的对话就是用英文来对话的。但我可以翻译成中文啊。他说 ，Can you， 就是我在这个小说里面给他写的一封信。我说 ，Can you imagine someday I tell you through messages that I am going to take a trip in Switzerland？ 也就是说，如果自己有朝一日通过短信告知你我要去瑞士旅游了，你能够想象吗？我在手机面前呆滞了许久。这个我是我的这个朋友若仪的离开，自己难以想象。他的离开对我来说究竟是什么？失去了可以畅谈的灵魂好友，亦或决定了我未来的孤苦伶仃的悲惨日子？我好似身处一条进退两难的分岔路口一般彷徨不定啊！然后最后我来看一下。后悔了吗？我在最后一刻站在他病床前，带着一丝期待的问，期待着他改变想法，同我一起离开医院。他没有回答。他最后一次望向我，眼里噙着泪花，面带释怀的微笑看向我，仿佛他试图在临别之前永久地记住我的样貌，记住我们的友谊。他看向医生，传递他的坚决。之后的我就不读了啊，因为之后的内容又是可能又被平台给插掉。就是我想说的是，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，不仅它本身像一部小说，并且我还被别人写到了小说里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因为我跟他之间虽然有20年的年龄差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们之间有这个 generation gap， never。而且我们是属于在两个地方的，我们每天就我从晚上10点开始跟他聊啊，一直聊到凌晨2、3点，每天都聊。你要知道我可是水瓶座的，我跟个男生聊天，跟我男朋友聊天都没有聊那么热乎的，我都会聊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，就不想聊了。但是我跟他的聊天，这个有趣的灵魂的对话，一直聊了7年。然后其实我每次看到他，我也心里面就会怦然心动 you know， 就是说。因为有一个女孩子，我还记得有个女孩子在微信的私信里面问我说，你有没有跟好闺蜜吵架，你是怎么解决的？我想告诉她，其实我现在已经跟这个好朋友已经没有那么好了。我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，包括生命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存在的，什么东西它都是会逝去的，越是美好它越是容易逝去，但是瞬间就是永恒啊，亲爱的，我们活的是每一个瞬间，当你回顾一生的时候，是由你一个一个美好的瞬间构成的。所以你比如说我对你们的就是说一个劝诫啊，虽然说我可能还没有资格劝诫你们，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有什么人生建议可以给到你们的，我会说你不要去管那些，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分手了，你跟一个人爱过了，你跟一个人恨过了，你不要去揪他的错。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爱情它都有它美好的一面，你只要记住它那个美好的一面，它在那一瞬间构成了你整个生命最根本的一个真谛，就是感知世界的美好。因为当你老了，你走不动路了，我还想起就是甜茶嘛 Timothy Chalamet， 他有一部电影叫做用你的名字呼唤我，在最后他的老爸说，你不要害怕受伤，在爱情里面你不要害怕受伤，尽情的爱，尽情的受伤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有一天你会老到你的皮肉已经是残破了，已经是皱巴巴，都没有人愿意靠近你，知道吗？所以在你年轻的时候，在你漂亮的时候，在你还有性张力的时候，尽情的去爱，尽情的去感知这个世界带给你的美好。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什么？我之前说过，